朋友们，大家好。大概2個星期前，也就是12月17日左右啊，德國西門子宣布了一條消息，他與越南 Vingroup 簽訂了一個高鐵合同，就是幫越南建2條高鐵，一條大概是120公里長，另外一條呢大概是50公里，2條加在一起是170公里左右。而且西門子說是交鑰匙工程，據越南方面稱啊，西門子還會提供一些核心技術。我看到這個消息的時候，一個是特別詫異啊，我就不太相信自己眼睛。但是呢，這確實是德國媒體報道的，是西門子呢專門在他的官網發布了這個消息，而且這個消息目前還掛在官網，所以這消息是真的。我看到這個消息的時候，一個是感到意外，另外呢，我馬上覺得幸虧中國沒有跟越南簽訂這個合同，因為到時呢可能輸得連底褲都不剩。越南很明顯想學中國，他認為既然中國能夠做到，我越南肯定能夠做到了。也就是當年中國建高鐵之前啊，沒有這個技術的，後來是通過了那個劉先生的操作，讓全球這幾家有名的發展高鐵的公司呢來互相競爭，對吧？然後看着中國14億人口的大國，有那麼多的高鐵需要建，所以他們就想，即使到時呢我這個合同沒有拿下，那其他幾萬公里的這個高鐵合同我總會拿到一個吧。所以後來呢，因為他們互相，比如說日本的川崎啊，跟那個德國的西門子競爭，然後加拿大的崩巴迪爾啊跟那個法國的競爭，反正呢他們互相之間呢扯皮競爭，最後看到還是覺得有錢可以賺，即使呢把一些核心技術交給中國，我還會有那個後續的合同。所以想來想去，他們每個人都覺得沒有關係，就把核心的技術給中國吧。而且中國是要花錢買的啊，不是去偷的啊。後來呢，經常被這海外的媒體，比如說德國的媒體，還有其他，我想日本也差不多，就覺得是中國偷他們的。特別是那個德國的媒體啊，還有日本媒體以及那些媒體的那些讀者、觀眾啊，他們是這樣認為的。目前呢，德國還有不少人這樣認為，是中國人偷他們的，或者是德國西門子給中國的技術，然後呢，中國又把這技術呢又把它改進了，反正說來說去還是德國的技術，非常不要臉。但是沒辦法，人嘴長在人家的臉上，你也沒有辦法，對不對？好了，我們回到這個越南這個高鐵啊，反正當時呢，我看到這個消息的時候，我心裡其實我一點都不為中國中車感到可惜，我覺得幸虧中國沒有跟他簽訂合同，因為呢，那個越南這個國家很奇葩，它跟中國接壤，歷史上呢與中國有些過節，這樣當然我也理解，因為是小國嘛，原來又是中國的那些附庸國，所以他們心裡是有落差的啊，他們心裡啊是對中國有恨的這點，但是他們沒想到應該與中國搞好這個關係啊，這個基礎設施方面啊，如果是與中國搞好關係，讓中國來幫你建，想致富就先修路啊，這個道理啊，應該你越南人受中國這儒家文化影響應該知道吧？但是越南恰恰他不這麼想，他雖然受到一些儒家思想的影響，但是他這畢竟是小國嘛，所以可能思想沒有那麼開化，想的沒有那麼遠，小鼻子小眼的，就覺得不能讓中國佔便宜。於是呢，他是先想到把這合同交給日本吧，因為日本呢，它60年以來就有這個高鐵技術了，對不對？它的技術是很過硬的。然後呢，又跟越南沒有歷史過節，其實有的2戰的時候，但總體來說，他已經好了什麼忘了傷疤，就是覺得日本人的技術好，覺得日本人好，那就讓日本來做。但是被日本坑慘了，那麼多年沒有搞出來，而且日本後來說這個不包括，那個不包括在原來合同裡面，最後呢黃了。本來想建南北高鐵1500公里的，對吧？對越南經濟肯定有好處。後來黃了與日本，中國其實原來那個給出的條件是最優惠的，
價格最低，因為中國是想到那麼大一個單子，然後又是當年又是第一個，对吧？那我把那個條件更優厚一些給越南，不是更好嗎？對吧？打開了文鄂高鐵向外輸出，第一單，中國如果是對外肯定是最好的，然後呢，服務肯定是最好的，因為像那個樣板工程，中國絕對是使盡最大的努力，都要把這個項目把它做成功的。所以從價格來說，從技術方面來說，當年啊，其實中國這個條件是最優厚的，但是那個越南可能沒有進化到那個地步，所以他沒有想到那麼長遠。你跟日本接觸，跟日本怎麼樣鬧崩了啊，最後這個項目黃了，然後才想起中國。那對中國來說，你越南過了這個中國這個村就沒有那個店了，所以呢，中國把它晾在一邊。越南看着沒辦法啊，只好找什麼韓國呀，還找什麼印度，都說要去找他，找印度幫他修高鐵。你們也知道，印度連1厘米的高鐵都還沒有建成。越南人想找印度幫他修高鐵，我都不知道這個腦袋是怎麼想的，這腦袋瓜。最後呢，把德國人也拉進來了。德國人我覺得比什麼韓國呀，至少比3個要靠譜一點吧，對吧？把他拉進來，可能是最後是沒有辦法的辦法，因為中國現在對你越南愛理不理了，先把你晾一邊，到時再說吧。而且我覺得從中國角度來說，目前越南人對中國其實不怎麼友好，對吧？你看當年美國對越南侵略，把越南打得有多厲害，他又忘記了。然後呢，他越南認為啊很聰明，以為當牆頭草，兩邊的草都可以吃，既可以拿美國的好處，也可以拿中國的好處，所以他打錯了算盤。好了，現在中國對你越南這個項目，特別是南北高鐵愛理不理了，沒有辦法，就把這個項目呢交給了西門子。然後很可笑的是，剛剛簽署這個合同8天之後，越南那個私人公司就計算了一下，不行，這個掙不了錢，然後又反悔了，就撤資了，也就是這個項目現在又黃了。哎，留下這個德國西門子在風中凌亂啊！我今天還專門進那個西門子的官網去看了一下，這條消息還掛在官網上面。不知道對西門子來說難不難堪呀？至少對我來說，我就覺得我被耍了，被越南耍了，對不對？但是德國人西門子是不是這樣想，我都不知道了。反正目前看來啊，這個項目應該是黃的概率比較大。越南從2010年左右開始，一直到現在2026年，10多年了，目前呢還沒有任何的起色。白白浪費了10多年時間。本來當年如果聰明的話，跟中國簽訂那個合同，真的肯定很好，可能現在已經越南坐上了南北高鐵了。但是你看，搞得那麼久，還是一個又黃的項目。印度也一樣啊，當年也是中國想跟印度簽合同的，印度人不理，認為呢中國沒有那個技術，看不上你中國，也是跟日本簽了合同。日本給的那個已經夠優惠的了條件了，後來印度還不滿足，還想加碼，日本也不幹了，現在那個項目也黃了。印度搞出個什麼準高鐵，準高鐵其實就是普通的火車，只不過它的車頭稍微可能設計一下更時尚了一點。印度人他是喜歡吹牛的，你們也知道对吧？向外宣稱是準高鐵，最高時速應該是180公里吧。其實真正的運營的速度，據說就是100左右，120，也沒有多快。但是印度人他要那個面子啊，也沒辦法，就讓他唄，对吧？反正我覺得中國啊，在世界上不應該幫他們建基礎設施的國家有2個，一個呢就是越南，另外一個呢就是阿三哥，這2個國家不要，因為他們呢就是白眼狼。越南如果是他滿足中國的要求，我覺得可以，畢竟呢，他跟中國是接壤的，對吧？對於整個東南亞與中國這個融合還是有好處的。從長遠來看，我覺得是應該的。如果這樣的話，我覺得中國可以考慮啊，
不輸出核心技術的，可以滿足越南的要求，也就是到時在技術上還是要跟中國呢有一定的依賴性才可以，不能夠把這所謂的核心技術交給他，因為你畢竟呢，你越南你國家就那麼點大，然後呢，你的那個項目就是1500公里，也不多啊，对吧？我為什麼要把核心技術交給你？然後呢，你自己到時可能會給我形成一種競爭的關係，我何必呢？對不對？所以呢，不能夠輸出這個核心技術啊，幫修可以，核心技術不行。其實中國和越南之間已經簽訂了一個鐵路合同，不過不是高鐵，它是設計時速160公里的，從越南西北部的那個城市叫老街，其實它是與中國雲南的河口接壤的，一直呢到北部灣的越南城市叫海防，大概這個距離有400公里左右。這樣一個合同，116億美元，折合人民幣大概是847億。這個合同已經簽訂了，是一個正式的合同，而且據媒體報道，應該是去年年底，2025年年底就已經開工建設了，到2030年年底，也就是工期5年，到時呢就會開通。這樣一條其實挺好的，就是越南呢，它從那個東邊的出海口，它可以跟中國這個鐵路網把它結起來，這我覺得不錯。然後從中國。其實南寧你們也知道，從南寧到越南的首都河內，目前已經有很多年了啊。火車兩國之間火車是通車的。我原來以為是用標準軌的，但是呢，越南這邊不是，還是米軌。如果我了解的沒錯的話啊，越南境內還是米軌，也就是過了友誼關之後呢，兩國之間的火車那個軌道還要換。就像原來滿洲里往俄羅斯那個鐵軌的火車要換一樣啊，目前從中國開往越南的火車，聽說現在還是要換軌的，多麻煩呀！如果我是越南的領導，我肯定會考慮啊，從友誼關這附近，因為當時屬於諒山省吧，諒山到越南首都河內大概是170公里，這一段也應該修標準軌的鐵路啊。這樣的話，越南就有2個地方可以與中國全部無縫銜接起來，那就是與中國的那個友誼關，另外一個呢就是與雲南的河口，這樣連起來。然後它已經修到了那個北部灣這出海口，這樣不是形成了一個非常好的兩國之間的經濟的鏈接嗎？對越南的那個經濟絕對有好處啊！如果再修好這個南北高鐵，整個越南不是跟整個東南亞一共這泛亞鐵路也連起來嘛，對吧？雖然越南可能不想，但是呢，你從長遠來說，對越南這個經濟絕對是有好處的，對吧？哪知道越南領導他腦袋被驢踢了，前幾年，所以最後呢，你看就是老撾跟中國簽訂了那個合同，對吧？已經成功運營了2-3年了啊，這個中老鐵路，老撾可是賺翻了啊！所以越南看在眼裡啊，記在心裡，他肯定是後悔的，但是沒辦法，他又不好意思說後悔了，對吧？所以你看，2023年的時候，就是越南當時的國家領導人就非常積極的帶領他們鐵道部門的人一起呢到中國，相當於進貢一樣，去請中國呢一起跟越南來修這個南北高鐵。但是中方最後呢還是沒有跟越南簽訂這個合同，就是基於國家利益的考慮，我相信啊。其實我認為啊，越南不應該建南北高鐵，而是建普通的，比如說時速160，如果是能夠達到160，已經很快了。1500公里，如果是160，也就是最多就10個小時左右，對不對？如果你是高鐵的話，那個1500公里可能也要6-7個小時。其實與普通鐵路也沒有很大區別。但是普通鐵路你可以兼顧貨運對越南其實很重要的。你不光是客運啊，那個高鐵只是客運的話，那對越南的經濟沒有那麼大的助益。我認為建客貨兩用的這個鐵路更好。但是我不是越南領導人，他們怎麼樣我也左右不了。所以目前看來，應該是中國那邊利用中老鐵路，然後呢與泰國這邊連起來。然後，如果是與柬埔寨的關係
好的話，修條支線過來，然後往柬埔寨，柬埔寨呢又可以再修到那個軍港那裡，這樣整個東南亞不是活了嗎？根本就不用你越南了，越南就被邊緣化了。所以呢，越南其實他心裡其實挺後悔的。但是如果能夠現在真的跟中國搞好關係，還有後悔的份，到時如果是真的連後悔的份都沒有，可以趕上最後一班車。比如說到時可以從河內直接修一條鐵路，去彎取直，修到那個萬象。在地圖上看，從河內到萬象，其實它的距離不是特別遠，幾百公里。如果這樣的話，與中國與那個東南亞的高鐵網，也就是與泛亞鐵路呢，也可以聯網連起來，越南呢可以不被邊緣化，這樣不是挺好的嗎？對不對？所以你看，把這個項目呢交給德國西門子，其實不是特別明智的一個選擇，一個決定。但是你看，越南又走錯了一步。與其你把中國晾在一邊，或者你提出那麼高的要求，中國不答應，你跟西門子簽訂這個合同，到時能不能夠執行，還是個很大的問題。你看，是不是應驗呢？簽訂了8天，你看人家越南方面那個私人投資商覺得沒錢賺，就反悔了，相當於撤資了，也就原來答應的資金肯定不到位，那這個項目就黃了唄。那德國西門子又空歡喜了一場，因為德國沒有大規模報道這個事啊，有些德國人也覺得這可能性也不大。所以沒有大規模報道，但是報道的一些媒體上面，有些我看那個讀者留言，有點欣喜若狂的樣子，因為經濟上確實2025年沒有什麼很多的正面的消息，這樣一個小小的一個正面的消息，對他們來說已經是一個欣喜若狂的消息了。所以呢，他們就覺得，哎呀，太棒了，我們德國的高鐵可以終於輸出到那個亞洲去了。唉，但是才過了1周，又讓他們失望了，真的是啊，我都不知道怎麼安慰德國人受傷的內心啊。好的，朋友們，真的我知道，才簽訂合同8天之後呢，越南方面這個私人投資商又反悔了。其實我心裡挺高興的，到底越南對他的南北高鐵怎麼想？是不是到時還是要老老實實的請中國來幫他們修，而且呢，不能有過高的那個條件，也不能轉讓核心技術。如果越南你放低這個身段，請中國去幫修，我覺得可以，因為長遠來說對中國是有好處的。好的，朋友們，你們對德國西門子公司與越南這個 Vingroup 簽訂這個合同，現在短短一周呢就黃了，你們有什麼想法？你們覺得從中國角度來說是好消息嗎？你們覺得，如果是今後越南他放低身段，請中國中車，比如說來幫他修這個高鐵，然後呢，今後呢連入中國高鐵網，你們覺得這樣的話好不好呢？前提是不輸出中國核心技術。好的，歡迎大家在下面留言，感謝各位，那我們下期見。